以后可不能再胡思乱想，我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你，就像我当初胖得像猪，你也没有嫌弃过我又胖又丑一样。陆东明连忙说道：你不丑，一点都不丑，以前圆润的时候也不算丑，瞧着很有福气呢。丑就是丑，我自己照镜子都讨厌胖乎乎的自己，傻一次就好了，他不会傻第二次。以后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可不能再吃的那么胖。还没有减肥之前，他胖成那样，不仅有脂肪肝，还会尿酸偏高。体重减下来后，尿酸正常了，脂肪肝也好了。海玲，你给洋洋买了玩的，也买了新衣服，没有给我买点什么呀？陆东明换了一个话题，跟洋洋争风吃醋了。你什么都不缺，洋洋是小孩子，长得快，几乎年年都要买新衣服。你的身高已经定了型，去年的衣服今年还能穿。海玲笑道：等我回去的时候，带点江城的特产回去给你吧。陆东明酸溜溜的道：洋洋长大是别人家的老公，以后有他的老婆关心他，照顾他，陪你到老的人是我，你更应该关心我才对的。我也要新衣服，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就他很少送礼物给他的。以前是他说了不想再嫁，拒绝了他的感情，现在他没有明着说以后会嫁给他，但对他已经有恋人的味道了。那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们也是一对儿，就陆东明自动带入她丈夫这个角色，他陪伴她的余生啊，哪怕她到最后都没有嫁给他，他依旧陪伴在她身边，他们就保持着现在这样的好友关系，也可以陪伴余生。陆东明很想收到海玲送给他的礼物，不分贵贱，只要是他送的，他都喜欢。以前送的花束算，那时候他是病人，他送的花算是探望病人的。战印和苏南时不时都会收到他们家女人送的小礼物呢。每次看到那两个铁哥们在他面前炫耀，陆东明就羡慕得很。现在那两个铁哥们身上的行头，都是他们的女人帮他们置办的。苏南向他炫耀说，连老底袜子都是沈小军给苏南准备的，铁三角就他最心酸了。有喜欢的女人还没有娶到，那也鲜少能收到最贴心的礼物。海玲笑道：逗你的，你不嫌弃，我就给你买，先明说了哈。我买给你的东西，没有你自己买的那么贵的哦，不会是什么大品牌。以我现在的财力，我只送得起终端产品给你。我说了，不管是什么，不分贵贱，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你送我一把草，我都会灵藏。海玲说道：到时候我去江城的郊外割一把草带回去送给你，千里迢迢带回去的，你可得好好收藏着。那说到最后，海玲忍不住呵呵的笑，撒个谎不想让他担心，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得给陆东明送礼物啊。好，陆东明也笑，知道海玲不会真的割一把草带回来给他。很晚了，你早点休息，明天上午记得做复健。阿姨说你今天没有做复健呢。陆太太现在是有事没事，就像海玲告儿子的状，儿子怕海玲嘛。我会的，会一直坚持做复健，等你回来，我可能可以走2-3米远了呢。哎，对了，你要多久才能回来啊？海玲沉默了片刻后，那说到有可能待到过年，会回去过年。这么长时间，洋洋想你怎么办？有彤彤照顾着他，我放心。真想我了，周末的时候，我有空就回去陪陪他。没时间的话，只能让战印送他过来跟我团聚2天了，就他只会越来越忙。短时间内呢，陪伴儿子的时间会很少。洋洋出生起就是彤彤帮忙照顾，他能适应的。现在离过年也不远了，转眼就过去。其实是我想你啦。陆东明吐出一句话来，洋洋只是个先锋啊，他拿来当说辞的，事实上是他想他。那么久才能回来，他想他会想得发疯，能通电话，能视频，都缓解不了相思之苦的。
洋洋有小姨陪伴，小家伙跟小姨的感情很深呀。那梅妈在身边也不哭不闹的，他能适应。但是陆东明不习惯。就这段时间呢，他习惯了每天都能看到海玲。海玲，我想你的时候，我自己可以过去看看你吗？放心，不用你照顾我的，我家里有架私人飞机，我坐私人飞机过去，带着保镖，他们能照顾我，我也不会打扰你做事，就是看看你，和你吃饭，说说话，也会挑周末的时候过去，周一我就回来，那我也需要上班。海玲心头暖暖的，她温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周末你就带着洋洋一起过来吧，我想和你过两人世界的周末呢，还要带上洋洋这个小灯泡呀。海玲的脸染上了红色，她笑着，你要是不带着他，让他知道你独自过来，生气了不理你，你还得花时间哄他。陆东明，好吧，我若是过去，就带上洋洋。不聊了，你快休息，今天你累坏了。心疼心爱的女人会累着。陆东明主动结束了煲电话粥，与海玲通过了电话。陆东明心情彻底好转，因为海玲劝他不要跟着去江城，导致他闹了一回别扭的小风波，被晚风一吹，跑得无影无踪。自己坐着轮椅从小客厅回到卧室里，在距离床还有几步之遥，陆东明停了下来，他抓住轮椅两边的扶手，慢慢地站了起来，站直了身子后，再迈开脚步，慢慢地走到床边，就赶紧抓扶着床头柜，才慢慢地在床上坐下来。走了几步路呢，两条腿还是有点抖，就抖得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海玲，等你回来过年的时候，希望我能够走着走到你的面前。还有几个月就过年，他天天做复健，还是有希望在海玲归来时，走上几米远，走到他的面前，给他一个惊喜。只要能走出几米远，到明年，他估计就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两腿一恢复，可以正常走路了。他就向海玲求婚，娶她为妻，不想让海玲等他太久。一夜再无话。隔天是周日啊，那不用上幼儿园的洋洋早早就起来了。起来后，他就去敲开了小姨的房门，是战印给他开的门。姨丈，我小姨起来了吗？我要跟小姨玩。战印深吸几口气，告诉自己不要跟小东西生气。他温和的道，洋洋，现在才几点呀？那你就起来了，也不多睡会儿。平时要上幼儿园，睡到太阳晒屁股了都不肯起来。不用上幼儿园，就天天都早起。洋洋嘟着嘴说道，姨丈，我醒来就睡不着了，没有人陪我玩，我只能来找小姨玩。现在他是住在姨丈位于市区的私人别墅里，并不是住在悠悠山庄，在山庄里还能跟其他小朋友玩，不用打扰小姨。战印无奈地抱起了他，对他说道，你小姨还在睡，姨丈陪你玩吧，你想玩什么？我想出去玩，在屋里玩玩具不好吗？洋洋摇着头，一个人玩不好玩，姨丈又不玩玩具。战印笑着，好吧，那姨丈带着你出去晨跑，好不好？你等姨丈换上运动服了。他抱着洋洋回房里，放下洋洋，轻声叮嘱着不要去卧室里吵醒你小姨。姨丈去换衣服。洋洋点点头。战印去拿了一套运动服，换了裤子后，担心洋洋不听话会跑进卧室里吵海童，他拿着上衣边走出边穿着。见洋洋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他才放下心来。走吧，姨丈带你出去走走。洋洋就很开心地跟着战印出去。姨丈，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姨丈也说不准，想妈妈了。洋洋嗯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想妈妈，那白天玩得开心就不会想妈妈。有空的时候呢，姨丈带你过去找妈妈哈。姨丈说话算话吗？战印笑道，姨丈什么时候骗过你了？管家明叔在院子里给花草浇水，看到战印牵着洋洋出来，笑着问好。这个时候呢，门铃响了起来，那同时战印的手机也在响。
明叔说道：“我去开门吧。”他放下了花壶，走去开门。战印停下来，拿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叶君博。他有点意外又不意外的，君然和商小飞的感情稳定，两家长辈在商量着婚事了。不过商小飞坚持先订婚，领证等海童生完宝宝后，他再办婚礼。不想海童挺个大肚子参加他的婚礼，怕人多会碰到海童。叶君博身为长兄，若是君家长辈过来，叶君博会跟着过来很正常，居然是他异母同胞的亲弟弟呢。战印很快就接听了叶君博的电话。战印，你在家里吗？在啊。那就好，我在你家门口了，看到你的管家出来开门了，等会儿见了面再聊。说着，叶君博挂断了电话。战印一脸的问号，他低头看洋洋，洋洋也抬头看他。姨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家伙问着。战印摸摸他的头，说道：“有人和你一样，大清早就起来的，然后大清早过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该不会是君然和商小飞的婚事有变，然后叶君博来找他去当说客吧？他可当不了说客，彤彤才有那个本事。”很快，叶君博开着弟弟平时用的那辆车进来了。车子在院子里停下来，叶君博都还没有下车，车后座的车门就被推开了，接着一道矫健的小身影从车上迅速的跳落，然后快速的向战印这边窜过来。洋洋，洋洋，我来了。那道快速的小身影赫然是龙庭。龙庭，洋洋反应过来，立即甩开了战印的手，也小跑着冲向龙庭。两个小家伙一碰头，就像大人那样，先给了对方一个有力的拥抱。自暑假一别之后，两个人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两个小家伙都长高了点儿，龙庭可能是天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练武吧，他长得更快一点，比洋洋高了半个头，长得也比贝洋洋更结实。刚才龙庭从车上跳下来的动作，看在战印的眼里就知道这小子又进步了。估计现在三个洋洋都不是龙庭的对手了。哎，这孩子真的是学武的料子呀。龙庭，你怎么会来的？见到了老友，洋洋开心得很，问着龙庭。龙庭答道：我跟着师公回来看穆妈妈和师傅，师公帮我请了1个星期的假，我叶叔叔和穆妈妈过来办点事，我就跟着过来了。洋洋，我可以在你这里玩上2天再回去啊。龙庭边说边比划着，伸出了2根手指头，告诉洋洋他可以在管城玩2天。洋洋说道：我也放假，可是我明天要上幼儿园呀。龙庭说到请假，我都是请假的，你也请啊，请1天假跟我玩吗？洋洋扭头看向战印，战印走过来，笑道：别看我，等会儿你小姨起来了，你跟小姨说，洋洋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平时在幼儿园里主要是玩乐，老师也会教读书，写阿拉伯数字，请1天假陪陪大老远过来的朋友，倒也没有什么。等小姨起来了，我就跟小姨说呀。叶君博下车走过来，战印跟他打招呼，问他就你一个人带着龙庭过来？晴晴的带着我那2个小家伙，一天比一天精，现在看到晴晴出门就会哭，只得带着过来了。战印笑道：再大一点，能走能跑的时候更是难甩掉，就是2个跟屁虫。叶君博也笑，可不是，我闺女好带，就是儿子呀爱哭闹，还是生女儿好，省心得很。是你命好，生了个省心的好闺女，就别人家的闺女一样爱哭爱闹。你要去跑步？看到战印一身运动服，叶君博问了句，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们家龙庭呀，昨晚深夜到的管城，就说了今天要来找洋洋玩，天刚蒙蒙亮，这小子就起来吵着我送他过来，说什么洋洋每天都有节目，来晚了洋洋就出去了，不在家里，他会白跑一趟。
我被他烦得没办法，只得先送他过来啊。战印乐了2个人能成为好朋友，原来是一类人。这不，我就是被洋洋的拍门声吵醒，不得已带他出来跑跑步的。军伯，要不一起吧，出去走走。战印邀请着叶军伯父子俩一起出门走一走。叶军伯笑着，那就走走吧，反正我也别想睡的了。他对杨子说到龙庭，带着洋洋在前面玩，别跑太远。应该说让洋洋带着龙庭玩的。你们来了是客，我和洋洋要尽到地主之谊。2个孩子早就手拉着手跑了。叶军伯说到这孩子就自来熟，记性又特别好，来过一次就能记住路线，连路边的花草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他认识的颠物比我还多。战役说，你也不看看他的师傅是谁，是号称医毒双绝的程医生呢。就算程医生亲自教龙庭的时间很少，但有老神医带着，小家伙在他师傅的药草谷里认识了很多很多中草药。那龙庭的记性超强，这个是他们都知道的。龙庭的性格很好，你看到的是他好的一面，霸道的那一面你没看到。小子很霸道的，刚捡到他的时候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不太会说话，还以为是个不咋聪明的吃货，看走眼了。叶军伯嘴里吐槽着杨子，脸上却有着笑，眼神里满满都是宠溺。龙庭还是有点怕这个养父的，他都不敢叫爸爸，一直叫着叶叔叔，对穆晴就是喊着妈妈。不过从他知道自己不是穆晴亲生的后，就他叫穆晴妈妈的时候加了个姓氏。战印就说你就偷着乐吧，孩子这么聪明可爱。叶军伯嘿嘿的笑，他厉害一点好，以后就不用被人欺负，我那2个以后有他一半的厉害就行了吧。虎父无犬子，你们家叶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不要老嫌你儿子，别人会说你重女轻男，我就是重女轻男了，在 A 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战印，你还一脸嘚瑟的样子呢。叶军伯哈哈的笑，要是你家那位给你生了一儿一女，保证你比我还重女轻男，咱们俩就别大哥笑二哥了呀。我要是有了女儿，怕是抱都抱不到手，会被长辈们抢着带。想到战家几代没有女儿，叶军伯感同身受的点点头，说的也是，他们军家也就是他这一代没有女儿，妍妍都那么抢手，不要说战家了。过来办事啊，还是君然和小飞的事，明天去公司开会，提前1天过来的，顺便看看你们，在这边玩2天。是公事。叶军伯补充地道，我们家老五和小飞的事定的了，什么时候结婚他们俩说了算，反正我们家是万事俱备，就等他们那道东风。我以为你还在游游山庄的。龙庭说他和洋洋前2天通了视频，洋洋说你们要住回市区。哦，你的婚假也结束了吧？战印呢嗯着，明天我也要回公司上班了。咋觉得1个月过得那么快呢？我感觉我昨天才办的婚礼，转眼间婚假就结束了。是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也感觉我才和晴晴领证结婚，转眼间我们都2个孩子了。战印边走边说道，你们是1胎2个，就跟别人的2个孩子有区别的。2个小家伙跑得太快了，我们也跑一跑。战印说着先跑了起来，叶军伯跟着慢跑，亏得我们2家来往密切，以后又是亲戚了，否则大清早的我都不好意思过来打扰。看别墅区里还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才能看到1、2个晨跑的人。龙庭回来的时间很少，难得来一趟，他抓紧时间和朋友玩，能理解的。他进步很大，刚才他跳下车的动作，跑过来的速度可以看出来，在这方面洋洋是拍马都追不上他。叶军伯说到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龙庭的弱点就是嘴馋地道的吃货，每次回来就喜欢跟着军力，哄着军力给他做各种好吃的，吃的这小肚子圆滚滚了，都还要吃，晴晴都怕他撑坏了。
也亏得他天天练功，运动量大，才没有胖成球。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长大了就好。我奶奶说我小时候也爱吃，长大后呢，我倒不觉得我是个吃货。长大后有了自控能力，就不会肆无忌惮的吃。叶君伯恩着希望吧，否则他这么贪吃，说不定会在吃这上头就遭到算计。两大两小在别墅区里跑了半个小时才往回走。等他们回到别墅的时候，海童已经起来，正在院子里独自闲逛。听到洋洋的欢声笑语，他往别墅的大门口走过来。小姨，跑在两个大人面前的两小只，先一步跑进别墅，看到海童，洋洋小跑过去，那龙婷也跟着。海阿姨，龙婷，你怎么来了？海童看到龙婷很意外，他看到君然的车子停在院子里，还以为是君然来了呢。龙婷在这里，不用问，叶君伯或者穆晴也会在的。我想海阿姨了，就跟着我叶叔叔过来看海阿姨。龙婷的嘴甜得很，洋洋偏头看他，问他：你不是说想我吗？我也想海阿姨呀，你们我都想。洋洋这才满意，他上前拉住海童的手，仰头说道：小姨，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看外甥跑得满头大汗，海童拿出纸巾，弯下腰帮外甥擦了汗，又帮龙婷擦去额上的汗水。小姨，龙婷请假了，她说在我们这里能玩2天，可我明天要上幼儿园了。哎呀，你能帮我请1天假吗？请假。海童站直了身子，看到了战印和叶君伯一起进来。没有看到穆晴。洋洋还在说道：小姨，我想请假1天。龙婷很少过来，我想和他玩2天，他就伸出2根手指头，要求跟龙婷玩2天。我跟姨丈说，姨丈说了，让我跟小姨说的。小姨，你帮我向老师请1天假吗？好不好？海童说道：小姨只是你的临时监护人，这件事还得和你妈妈说一声。你妈妈同意了，小姨就帮你请1天假，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哦，不能让小家伙习惯了请假出去玩。先跟他说清楚，只允许1次，以后不能再因为玩乐而请假了。这一次看在龙婷很难得来1次的份上，龙婷在管城的小伙伴又只有洋洋1个人，海童可以让外甥请1天假。洋洋连连点头保证啊，只请这1次，不会有下次。龙婷也说道：海阿姨，我下次就等放暑假或者寒假了再过来，那样大家都不用请假。小姨，你现在就跟我妈妈说好不好吧？洋洋很想快点落实请假这件事，这样他才能愉快的玩耍。海童看向战印，战印有点心虚的望向了别处。海童在心里吐槽了丈夫一句，将洋洋这个鬼精灵推给他了。好吧，海童不得已的打电话给姐姐。等海玲接听电话后，他对姐姐说道：姐，洋洋有话和你说。说着，他将手机递给洋洋，洋洋，你和妈妈说。洋洋接过手机，告诉妈妈他想请假的原因。海玲也说了和海童一样的话后，就同意了儿子请假1天陪陪远方来的小友。这下子洋洋开心了，将手机还给海童后，开心的拉着龙婷又蹦又跳的，还摆开比武的架势，对龙婷说道：龙婷，我最近很认真的练功，来，咱们比划比划。龙婷自信的道：你会输给我的，输给我的时候不能生气啊。暑假的时候2个人玩闹时，洋洋总是输给他，然后洋洋就很不开心的样子。龙婷还记忆犹新呢。穆妈妈说她不知道礼让一下洋洋，说洋洋远道而来是客，她不知道怎么让，还没有学会自我收放自如的地步，就一出手就是全力。洋洋说道：我不生气，保证不生气。那2个小家伙呢便比划起来。海童向叶君伯问好，问起穆晴，知道穆晴在带娃，他说到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
难得来一趟，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带洋洋过去，不用你们大清早跑一趟。叶君博说到2个小家伙昨晚玩到很晚才睡，晴晴现在估计还在补眠，理解的，等他们再大一点就好了。现在很容易日夜颠倒，你想睡的时候他们不睡，他们睡了你又没时间睡了。海童又看向那2个鄙视的小家伙，这一看就失笑地道：洋洋在龙庭手里都走不过3招，站印接话，龙庭的师傅不同，洋洋是在正规的武馆学的功夫，进展没那么快，本意也是让洋洋强身健体的呀。从洋洋去学武后，他是不是感冒都少了？不提还不知道，提了，海童才发觉哦，还真是这样。叶君博看到洋洋嘟着嘴，很不开心的样子，说着龙庭龙庭，你要让一让洋洋的。龙庭答道：穆妈妈说，洋洋去我们家里是客人，我就要让洋洋，但现在是我来洋洋这里，我才是客人，应该是洋洋让我才对，我没有让洋洋让我的，洋洋还是输了，关我什么事？海童则是说着外甥洋洋，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你和龙庭就是闹闹玩的，开心就好，别在意输赢。龙庭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了2颗糖，他递了1颗糖给洋洋，对洋洋说道：说好了不能生气的，诺，给你糖，这是我偷偷藏在裤兜里的，特意带过来和你分享的。穆妈妈不让我吃那么多糖。洋洋接过了糖，说道：我又没有生气，你们都看错了，我没有生气，小姨和姨丈都和他说过，龙庭学功夫比他早，他会输给龙庭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让他要坦然面对。况且他也有优点的，他在读书写字方面比龙庭好一点。龙庭虽说会读很多数字了，但是写不好，他却写得很好，在同龄人当中他写的算是很好的了。这是姨丈夸赞他时说的话，姨丈不会撒谎，姨丈是大丈夫大总裁，说的都是大实话的。这样想着，洋洋不再嘟着嘴，拉着龙庭说道：走，我们进去吃东西啊，我饿了。我也饿了。2个小家伙又开开心心的蹦蹦跳跳的就跑进屋里去。宁家，宁思琪远远地站在别墅的门口，然后不停地打电话给弟弟。好一会儿，宁天磊才从里面出来，看到弟弟出来了，宁思琪黑着脸走过去，扬手就是1巴掌抽在了宁天磊的脸上，啪的一声响。宁天磊没想到二姐一见到他就赏他1巴掌，他以为二姐是知道他快要回学校了，特意过来找他的呢，没想到见面就是1巴掌抽过来。二姐，宁天磊摸着被宁思琪打过的那边脸，愤怒地说道：二姐干嘛打我呀？宁思琪指着他骂：别叫我二姐，在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二姐吗？打小你就喜欢宁云初那个大姐，跟我这个二姐不亲近，不亲近就算了，现在还联合宁云出来对付我。宁天磊，你的这胳膊咋是往外长的呀？我才是你的亲姐姐，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宁云初算什么东西啊？她不过是你的堂姐而已。宁天磊生气的道：二姐，你骂大姐不是东西，你又是什么东西？爸妈就是宠坏了你，让你越来越不是个东西，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大姐是我堂姐，也是我亲姐，她和我也是一个妈生的，在我心里她就是我大姐，永远都是我大姐。宁思琪气的又想1巴掌抽过去，这一次宁天磊有防备，他未能如愿。宁天磊攫住了二姐甩过来的手腕，然后用力的甩开了，他后退2步，拉开与二姐的距离。二姐总是这样，动不动就出手伤人。这个坏习惯都是母亲宠出来的，二姐真的是被爸妈宠坏了呀。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父母都没有宠他，却独宠二姐，这不是疼爱，是害了二姐，养成了二姐如今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性子，偏偏又没有一点本事。
父母都进去后没有靠山了，他二姐在管城上流社会就什么都不是了。宁天磊，你还敢推我了？我是你姐姐，不推开你又让你打我。宁天磊没好气地道，他又不是傻子，站在这里任由二姐抽他。宁天磊，你混蛋，你长大了就联合宁云出来欺负亲姐姐，我都知道了。你去探监是不安好心的，我还以为你是想爸爸妈妈了呢。哦，原来是冲着爸妈的财产去。宁天磊，爸妈的财产我也有份的，你别想一人独占了去。爸妈最疼爱的人是我，他们不会将名下的财产都转到你名下的，那你少去烦爸妈。宁思琪也是去探监，才知道弟弟那天去探监是让父母将他们没有被查封的财产转到他的名下，只给他一个人，他和宁云初都没有份。宁云初不是爸爸亲生的，不能分那是理所当然的，可他是父母亲生的，还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怎么能没有他的份？那他已经去咨询律师了，准备打官司和宁云初夺回一切的。那不曾想弟弟竟然打着独占的主意，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平时看着很懂事很善良的弟弟，竟然野心那么大。不，大姑和二姑都说这肯定是宁云初的主意，宁云初就知道他真的打官司，现在在宁云初手里的部分家产是要吐出来的。但要是父母将所有财产都转到了弟弟的名下，以弟弟和宁云初的手足情深来看，很有可能弟弟就是个过渡的，宁家所有家产最后可能全都落入宁云初的手里，还让他打官司都打不赢的那种。因为父母健在，财产是父母的，父母想给谁就给谁，他已经成年，父母对他又不再有抚养责任，不想分钱给他，他能怎么着？经两个大姑姑一分析，宁思琪那个火冒三丈呀，顾不得害怕战一晨和那几条狼狗了，立即跑来找宁天磊，不停地打电话催着宁天磊出来见他，便有了刚才的那一幕。一见面就赏了弟弟一耳光，宁天磊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去探监后向父母提出的请求早晚会被二姐知道。他说到爸妈愿意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真都给了二姐。二姐守得住吗？你有那个本事吗？你管我守不守得住，该我的就是我的。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宁天磊，你不要被宁云初骗了，他是骗你的，想通过将宁家真正掌握在手里，还让我们没有办法。爸妈奋斗半生打下这番基业，你真要拱手送人吗？爷爷奶奶还有二叔活着时也没少努力，这个家那些家产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并不是爸妈白手起家打下来的江山。宁天磊反驳着二姐，那如果是父母白手起家打下来的江山，大姐也不会争不会抢，但那她更不会交给二姐。就二姐这脾性这能力，交给了二姐就等着破产吧。二姐，你别听大姑和二姑的话，他们是想通过你来夺咱们的家产，你才被他们哄骗了。我跟爸妈承诺过，他们将财产转到我名下后，我会保障二姐的日常生活开支，不会让二姐流落街头饿着的。将来二姐若是找到了个好男人嫁人，我也会给二姐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毕竟是亲姐弟，宁天磊不会做得太绝，哪怕知道二姐不是个东西，他也要保障着二姐的正常生活，不会让二姐饿死的。当然了，他只会保障二姐的最基本生活。二姐想像以前那样花天酒地，不可能。他要是不这样许诺，那父母呢也不会同意将财产全都转到他的名下。自己生的女儿是什么德行，那宁总夫妻俩都清楚啊。在宁天磊去探监，跟父母都说了他的计划后，父母都认可他的计划，答应了会将他们名下的财产转到他的名下。本来他就是父母的接班人，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是二姐没错，
但从来没有将二姐视为接班人。对她严厉，让她打小就独立，那都是为了让她成为接班人。那接班人要是无法自强自立，如何接班？只是他还年轻，父母并没有明着说出来而已。如今他成年了，二姐出狱后又爱折腾，为了保住家产，父母同意现在就将家产转到他的名下，他则是承诺保障二姐的基本生活。等到二姐能够自己赚钱养活她自己了，他就不再给二姐生活费。不过二姐以后若是嫁人，他必定会给二姐一份丰厚的嫁妆，也明说了大姐不会要他们这点家产吧，大姐要的是属于她的公道，爸妈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会同意的，你不要痴心妄想。宁思琪知道父母都答应了弟弟，他不过是自欺欺人，不愿意相信父母最终选择的不是他这个他们最疼爱的孩子，而是弟弟，因为弟弟是儿子吗？原来父母对他的疼爱都是假的，那都比不过性别。哇，父母从来没有想过将家产交给他吧？宁思琪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父母说过他们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从小到大，那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弟弟想要什么东西，需要做点什么才能得到，有时候还得不到呢。宁思琪总以为父母的就心是完全偏向他的，他们不会疼爱宁云初，母亲只想让宁云初死，他们对弟弟也就那样，他们最爱的人是他。宁天磊看着二姐崩溃的样子，抿了抿唇后说道：二姐，你还年轻，才20出头，出去找份工作靠自己吧，爸妈再有本事不能给我们撑一辈子呀，看如今爸妈哪里还能给我们撑住，我们都要独立的呀，要靠自己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去找份工作好好的干。宁天磊，你让我去找工作？我堂堂宁家的二小姐，你让我去找工作？我是千金小姐，我有的是钱，我干嘛找工作？他能找到什么工作？他没有工作经验呀，学历大学未毕业，他不想读书了。那父母呢，就由着他在家里吃喝玩乐。他除了会花钱，就什么都不会了。宁天磊，你去跟宁云初说，让他解冻我的银行卡。你还认我这个二姐的话，就跟他说，只要银行卡解冻了，那他就不缺钱花了，根本不用去上班。上班能挣到多少钱？没看到两个姑姑干的是什么工作吗？清洁工，搞卫生的，一个月才几千块钱，活脏钱少，打死他都不会去打工的。